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9点多到达北京，全程未有相关镜头流出。赛车结束即赶往机场，无其他安排，因持续低调未被拍到。从巴黎时装周的闪光灯到上海 GD3 赛道的引擎轰鸣，再到北京机场无人知晓的通道，顶流艺人王一博在48小时内完成了跨界的极限切换。4.5万人挤爆 China GT 10年首场售罄赛事，女性观众占比飙升至 90%， 而她赛后未停留1秒直奔机场。用2分03秒的圈速和分秒必争的行程证明，这不是玩票，是职业车手与顶流磁场的双重博弈。晚上9点多，北京首都机场一个几乎没人注意的通道里，一个刚跑完 GD3 正赛的职业车手，也是顶流艺人，拎着行李悄悄落地，没有接机大队，没有前线站姐，甚至连一条模糊的手机视频都没流出。这一刻跟几小时前上海国际赛车场看台上 4.5 万人的绿色海洋57台赛车咆哮 China GT 10年首次单站门票100%售罄的记录放在一起看，反而把王一博现在的状态勾勒得很清楚。台前是顶流级的流量漩涡，台后是职业车手式的时间管理和能省1秒是1秒的行程压缩。先把这一天捋一下。2026年4月18日中午12点15分到12点55分 China GT 上海站 GD3 排位赛，他开着那辆标志性的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和马来西亚职业车手毛俊豪组队，在108名车手里排位第24， M 组第10，圈速2分03秒357，比自己2025年同赛道正赛最快圈速快了将近1秒。在 GT3 这种 0.1 秒就能换一串名次的级别里，这是非常明确的进步。下午3点40分到5点，第一回合正赛结束。按大部分车手的节奏，这后面应该是媒体采访、工程师复盘、车队活动，可能再来个小型庆功。但来自粉丝社群那篇流传很广的文字给出了另一种画风，他真是赛车结束后就马不停蹄地奔赴机场了，一点别的事儿没干。从上海国际赛车场到浦东机场大概1小时车程，再加上退场、路上安检登机，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他能在晚上9点多出现在北京，这是把一天切到分秒级的安排。再看赛道这边的动静， China GT 创办10年，上海站第一次做到门票100%售罄， 4.5 万张票在开票45天内被抢光，票价区间从380到5880元，最高规格包厢票被炒到16008元一张，依然一票难求，票务系统被瞬时流量多次挤爆，官方被迫连开8个售票区域都还不够。更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是观众画像传统上，这类小众硬核赛事女性观众在 12% 左右，这一站直接飙到 90%， 看台几乎被应援率承包，从指甲油到手机壳再到灯牌，全是平安完赛的祈愿。很多人可能刚刚搞清楚 GD3 和 GTC 的区别，但不妨碍他们用真金白银把酒店预订量推高 200%， 把青少年卡丁车培训咨询量拉升 37%， 顺带把 China GT 的商业逻辑也一起改写。你看商业赞助就知道这一站的含金量。2026赛季 China GT 的冠名是小米，能量饮料品牌红牛在已经拥有2支 F1 车队的情况下，单独赞助他个人赛车 IP。 国际润滑油品牌嘉实多首次深度赞助中国本土 GT 赛事。更有意思的是角色关系的翻转，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被品牌赋能的代言人，而是反向给品牌授衔。天丝红牛是首席能量官 ，Hely Hansen 是官方潮流官 ，Undefeated 是联合共创官，等于是以个人 IP 为中枢，搭了一个多品牌赛道生态。说白了，这不是找一个明星来站台，而是围绕一个车手加艺人的复合身份搭生态。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他在赛道这条线上的累积不是玩票。王一博是内地娱乐圈里第一个拿到 FIA 级赛车执照的艺人，这张正在2025年9月正式考下来的，意味着他在法规层面有资格常规出战 China GT 这类区域性国际 GT 赛事。从战绩看，2024年珠海站 GT3 首秀就拿冠军，2025年上海站 GT，2026年上海季前测试里，与站连续跑了22圈稳定圈，做出2分02秒332的个人最快单圈。后面这个细节其实特别说明问题，在雨的这种难度高、风险大的条件下做长距离稳定驾驶，对节奏感、控车和心理都是硬考题，不是体验一圈拍个 vlog 那种概念。然后你再把这些赛道上的东西跟他在娱乐和时尚线上的曝光对照着看，会更理解为什么晚上9点多抵达北京，但没有任何视频流出会被拿出来单独当个话题聊。网络信息显示，在来上海跑比赛之前，他刚结束3月份的巴黎时装周行程，以全球第11名的成绩上了2026年巴黎秋冬时装周名人声量榜，而且是唯一上榜的中国艺人。这一头是个大秀场的闪光灯，另一头是上海国际赛车场的引擎声，之间再串上北京这条几乎空无一人的机场通道。3条线形成的是一种典型的顶流多赛道生存状态，你要在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来回切换。时装周看的是时尚话语权和品牌合作， GT 赛看的是圈速和成绩，娱乐圈看的是作品数据和舆论波动，中间留给个人的只剩下一些极为零碎的匿名时刻。这次无视频的抵达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匿名样本。粉丝社群那段文字给出的解释很朴素，因为粉丝们大都聚集在上海看他了，大家也都在回家的路上奔波呢。逻辑其实很完整，最有行动力、最有设备和经验的那部分核心粉丝和站姐，全部压在上海国际赛车场和周边，甚至有从河北、泰国、越南赶来的。赛后他们要么往市区挤地铁，要么去高铁站、机场，手机里存的都是白天85号赛车在直道上掠过的照片和视频。在那种又累又兴奋的状态下，没人有余力再去北京机场守第2班前线。信息传播链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真空，而这个真空本身又反过来证明了上海那边人气的浓度。所有注意力被集中燃烧在一个时空节点上，其他节点自然安下来。这种赛道极致热闹机场刻意安静的反差，本身就是个挺精准的隐喻。一边是 4.5 万人把原本小众的 China GT 看台挤满，女性观众比例从 12% 拉到 90%， 一边是当事人关掉赛车，引擎熄火，换回旅人身份，提着行李去赶一班不能错过的航班，一边是有人调侃赛道都快停不下车了，认为很多职业车手闻讯而来，目标明确干掉王一博，在这个流量最大的舞台上证明自己。另一边是他自己用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娱乐化空间的赛后疾飞行程，告诉你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份需要高效执行、不断提升成绩的职业。而这种职业感还跟粉丝这边的付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闭环。那篇短文最后写，为了看他，一个个的都不怕吃苦。好样的！
这声好样的听上去像是在夸粉丝，但同样可以套在王一博身上。他赛后立刻赶飞机，他们从全国乃至东南亚赶来上海，顶着高房价抢门票。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双向奔赴生态，一方用成绩和专业回应，另一方用时间和消费支撑。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双向奔赴已经开始改变一个运动项目的底层生态。China GT 过去某些年份出现过看台空空的尴尬，如今上海站不仅57台赛车创纪录，观众席变成大型应援现场，直接带来了赞助结构升级、区域文旅消费拉动、青少年卡丁车入门需求增长等一连串连锁反应。有人会质疑，这么多新粉，懂不懂赛车？会不会只是一次性的流量泡沫？但从数据看，一方面他自己的圈速在进步，雨战测试能稳跑22圈 ，GT 上午3点组已经连续在争冠；另一方面，赞助商从传统车企、零部件厂商拓展到了科技巨头、能量饮料、国际润滑油和潮流品牌。而且是围绕他的个人 IP 再造话语体系，所谓首席能量官、官方潮流官、联合共创官，背后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判断。这个人不仅能带票房式的赛场观众，还能把原本不看赛车的消费人群导流进来，从而让比赛本身的商业天花板抬高。回到晚上9点多抵达北京，没有相关视频流出这个小切口。他其实把当代顶流的一些基本矛盾展示得很直白。一方面，他们必须像赛车一样高效，在不同赛道间高速切换，从巴黎时装周 T 台到上海 GD3 正赛，再到北京不知名的工作或私人行程，中间几乎没有空转。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长期暴露在巨大的公开视野里，每一个公开行程都可能被放大、被解读、被消费，于是像这样偶尔出现的信息真空期反而显得珍贵，甚至会被粉丝当成他终于能稍微安静一下的证据来珍惜。你说这算不算一种反讽？生活在最高强度曝光之下的人，却要靠没有任何画面流出的机场抵达来证明自己曾经短暂的隐身过。那句好样的，说到底在肯定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这一整套运转方式本身。一边是一个从小众圈层运动杀进大众视野的 GT 赛事，靠一个艺人车手的个人磁场吸引来观众、赞助和竞争者；一边是一群不怕吃苦的粉丝，从刷票系统到刷酒店，再到顶着烈日做看台，把自己的热情砸进一个原本跟自己生活毫不相关的赛道里。中间站着那个戴着绿色竹叶青图案头盔的85号车手，白天在2分03秒和2分02秒的世界里跟时间较劲，晚上在航班时刻表之间穿梭，尽量把每一段路都压缩到最短。北京机场那个安静的通道，只是这整个故事里一个很短的休止符，下一个轰鸣声响起时，大概率他又已经在另一条赛道上了。